你们的供词和张启卫无事出入的伪诈之罪，自然也不会落在各位身上。大人明鉴，大人明鉴呐！大人明鉴，小人听张二说过此事，可并未亲眼目睹啊，因此小人也不知道这内里究竟如何，是才小人糊涂啊，应了上官，都是小人的错，请上官恕罪啊！上官恕罪啊！上官恕罪啊！王明府，请坐呀。坐便不必坐了。君梦还有公务在身，若是库蒂夫人没有别的事情，君梦就要先失陪了。王明府为何要杀我？夫人，这种玩笑可开不得呀！君梦跟夫人往日无冤，近日无仇的，为何要加害夫人啊？那府上车夫一事确实是君梦失察，但那所作所为，君梦皆是不知道的呀。那是和屈都护有关，还是和大长公主有关？库蒂夫人在说什么？君梦为何听不明白？你是真不明白，还是装不明白？张启卫，你看着如何是好啊？这原是某的不是。时隔数月，这些乡邻记不清也是有的，但张某绝无撒谎。有你这句话，我就放心了。你们当中谁见过北部牧人？小的们不曾见过啊，某是在路上突然遇到北部牧民，随手买了20头牛犊就赶了回来，不曾与他人遇到。张启卫此言甚是有趣啊！如今正值北部叛党肆虐之时，有北部牧民来我西州腹地放牧，那是何等动静！现在保长李正一概不知，那北部牧民定然是悄悄而来。你是给了这北部人多少好处，以至于他单单找到你，单单卖给你20头牛犊啊！此事过于重大，又涉及你这勋官。本官不敢自专，你若解释不清楚的话，那就请你去军中大营自辩一番。上官明鉴，我张氏从不曾做过有负朝廷之事。张启伟，他绝不会是私通北部的叛党。如今你们都知道了，军中正在严查与北部叛党私通之人。你若想给张启卫作保，那就请你一道与张启卫去军中自辩一番。库蒂夫人，可真是把我们骗得好苦呀！王明府何出此言？琉璃可一直都是坦诚相见的。我现在算是知道为何武后对您情言有加了。看来屈都护还没少查我们夫妇的底细。好吧，那我们不如今日就打开天窗说亮话，省得大家相互猜来猜去，徒生误解。可惜啊，君梦一介赘婿，人微言轻，许多事情也只不过是听命办事，所知不多。夫人若想从君梦这边打听出什么消息，哪怕是找错人了。看来王明府是不愿意配合了。非不愿，实不知。告辞。你就不怕我把我所知道的告诉屈重玉吗？嘴长在夫人身上，自然您想说什么，我是拦不住的。但是我家司马也非庸人，不是您说什么，他便信什么的。我知道你们屈家有把柄落在了大长公主手里，而且这个把柄你们又不想让屈重玉知道。夫人真爱开玩笑。是不是玩笑，你我心里都清楚。既然王明府不愿说，那我只好去问屈司马喽。
问问他，这大长公主在长安到底握住了你们屈家的什么把柄，会让屈都护瞒着自己的儿子为他如此卖命失陪？怎么，王明府怕了？裴长史，我敦煌张氏族风严谨，忠心可见。那些牛犊的确不是北部人那儿来的，若有虚言，天打雷劈。那你告诉我，那些牛犊是从何而来啊？你不说是吗？也罢，也不说我也知晓，这20头牛犊可不是个小数目，不可能凭空所得。这几个月来，高昌各乡所丢失的牛犊不多不少，恰恰就是20头。这牛犊若不是你从北部牧民那儿买的，那必然就是贼赃。不是，绝对不是。你不认也没用。这盗牛贼，本官已缉拿归案，人家招供的明明白白的。诸位，大家可有兴致看看这盗牛贼与张骑尉是如何当堂对证的？带人犯！盗牛贼出来了！盗牛贼要当堂对证了！盗牛贼！这贼子怎么伤成这副模样？禀长史，这贼人会些拳脚功夫，故而在抓捕的过程中打断了他的右腿，方才将他抓获。王明府，你们知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？我若是死在西周，你们就不怕整个屈家为我陪葬吗？我和武后的关系，想来你们也查得很清楚。圣人为何派守约来西周，想必你们也猜到了。夫人究竟何意啊？望您明示。我和守约要是无辜命丧西周，你觉得圣人会怎么想？武后又会怎么想？我不妨告诉你吧，圣人早就怀疑你们屈家有不臣之心。我和守约就是奉密旨来西周查你们屈家的。大长公主想要杀我们，不过是想泄私愤罢了。但她若是知道守约失宠，不过是她与圣人演的一出戏，你认为大长公主还敢杀我们吗？守约反对立武士为后，这是人尽皆知的。但是，你又怎么知道这是真的呢？若守约真的反对立武士为后，又怎会将祖上留下来的家产，借助杨老夫人之手捐献朝廷呢？守约本觉得你们屈家治理西周有方有功社稷，也确实对朝廷忠心耿耿，绝无二心，一直犹豫着是否要如实上报，为你们屈家正名。可没想到你们屈家却歹毒的想和大长公主一起置我们夫妇于死地，真是令人心寒。好，既然如此，不如我现在就出去，正好西周百姓都在屋外。我现在就告诉他们，你们屈都护要置长史与长史夫人于死地，要让整个西周都知道，你们屈家与大唐为敌，与圣人为敌。夫人误会，这全都是。你是哪里人士？如今可肯认罪？小的是西周人，小人认罪。你所盗的那20头牛犊，贼赃如今所在何处？
全在他家。那20头牛犊都是小人所得。他胡说！你胡说！我根本就识不得你，更没收过你的牛，你为何血口喷人？大长公主以司马妻儿性命为之，迫使我们为她做事，我们确实是逼不得已。既然事关屈司马的妻儿，你们又为何要瞒着他？您不知道玉娆的性格呀。他若是知晓此事，定会奋不顾身地杀回长安。到时候，都护是真的怕他闹出祸事来，牵连了屈家乃至整个西周啊！张二，这牛犊既不是从北部牧民那儿买的，你又拿不出试券，如此来历不明，那就是贼赃。如今人证物证俱在，你还在一味的抵赖。今天你不说出个所以然来，你真当大唐的律法治不了你吗？我说，那些牛犊真的不是贼赃，乃是乔六牛群所生，是我一时贪心想进占了去。至于这盗牛贼所言，全是诬陷。张二，你可想清楚了，不反悔了？想清楚了，卑职说的没有一句虚言。卑职愿把所有牛犊都还给乔六，只求大人能信我一回，饶我一回。夫人明鉴，我等虽然对二位下过杀手，但处处留有余地。若不是如此，二位断然无法活到今天的。屈司马妻儿之事，你们也不必忧心。我会修书武后，痛陈利害，求他出手相助，救出屈司马的妻儿。这既是救了你们屈家，也是为了我们夫妇能够自保。夫人此话当真？怎么？若武后下旨管大长公主要人，她还敢抗旨不遵吗？哎呀，如此甚好。君梦待都护还有司马谢过夫人。行了，你不用急着谢我，待事成之后，你再谢我也无妨。那夫人，君梦这就告辞了。君梦要将这好消息告诉都护。夫人，君梦还有一事相求，请夫人暂时不要将长安之事告知司马。放心，我答应你。乔六，你看此事该如何了结啊？没看见。这是乔六，这多谢长史明察。小人状告堂舅，实属被逼无奈。只要堂舅肯还我10只牛犊，让学生还清借贷的盘缠和药费，恳请长史不要追究堂舅的罪责。张二，看在乔六为你求情的份上，本官就不再追究了。但是这20头牛犊，你要尽数还给乔六。再者，你是大唐的勋官，做出此等事情，岂不上子民心寒？今年上弦乡修整水利之事，由你一人承担下来。日后要造福乡里，多行义事，以弥补今日之过。卑职遵命，谢长史宽恕。还有你们几个，如此颠倒黑白，是非不分。今天既然来了都护府，那就不要白走一趟。你们回去后，每人出6名钱，替乔六还了药费和盘缠。是。还有保长和理政之职，明日起另择贤良。裴长史断案如神，我等佩服得五体投地。
征牛之案已断，那盗牛之案也该做个了断了。如今太子新立，大赦天下，原本是普天同庆之时，而本官算出，这盗牛贼就在此院。皇恩浩荡，我愿意给这个人一次改过自新的机会。在我数3声之内，此人自行出手，那我便赦此人免受徒刑。1、2、是谁？是谁偷了我的牛啊？是韩四。在下便是盗牛之人。韩四，你疯了！我倒是谁偷了我家牛犊，原来是这个杀千刀的货记恨在心。你是何人？叫什么姓名？犯什么罪状？那所偷盗的20头牛犊，如今又在何处？在下韩景之，西州城兽医，于去年11月，在高昌县各乡村盗得牛犊20头，都已经死了。韩景之，你身为兽医，不助他人救治牛马，却偷他人牛犊，这是何道理啊？禀长史，兽医他也得吃饭穿衣。这些人叫我去医治牛马时，都火急火燎，我用的都是最好的药。当我把他们的牛马医好时，他们不是说我出手晚了，便是说这些都是巧合，拖着我不给我诊费，有的连药费都不付给我。这10几户人家拖欠我的诊费、药费已经几年了，在下实在是气不过呀！你血口喷人！张婶，张婶，白三愿意用人头担保，韩四他句句属实，他不会撒谎。某也可以作证。韩景之，你盗牛之事，虽事出有因，又知大赦天下，本官答应你，免去你的刑罚。但是那牛犊和诊费的差价，你需要一并还与这10几户人家。张婶，韩四，张氏，韩四回去便去变卖祖屋，把钱还上。呸！便宜你小子！来人，将此事的来龙去脉书写清楚，并将因赖账而失牛的苦主名单抄写一份，贴在府衙门口，好叫西州人人知晓。不可，这钱我不要了，这钱我不要了。张氏，真是对不住，我本想一个人前来，可他们知道了，非要同我一起前来。多谢张氏，让我保住祖屋。韩四不知如何报答。哎，区区小事，何足挂齿？原是那些欠了你诊费的大户们，
宁可损失几名牛犊钱，也不愿被张了榜去。千求万求，我这才勉强同意他们概不追究的要求。所以啊，才把府衙门口的公文给撤了。否解答。张氏请讲。你为什么要盗那些牛犊呢？哦，不瞒张氏说，我盗他们来，其实是为了试药的。我家祖传有一些古方，但是呢，看起来实在古怪，我呢不敢用在人身上，啊，就只能盗些牛羊来，在他们身上多灌一些。如果没事的话，便可用在人身上。你看看，我是不是流口水了？换去。那为何偏偏是牛犊，不是羊羔呢？因为牛肉好吃。啊。你糊涂啊你！那库迪琉璃信口开河，你这个蠢蛋竟然信以为真。哎，你知不知道这大长公主是什么人？若是那裴行俭被贬是假，他会如此肆无忌惮派人千里追杀吗？还说什么奉圣人密旨，那更是无稽之谈。唐军征讨北部在即，现下正是用我们屈家出人出力的时候。此时动屈家，那不是自毁城墙吗？再者说，屈氏宗族大半都在长安为治，大长公主尚能以此胁迫，圣人又怎会对咱们屈家有不臣的疑虑？岳父教训的甚是，小婿一时糊涂，被那库迪琉璃给骗了。骗了！你就是个蠢蛋！你糊涂之极！
如此破绽百出的谎言，你但凡有点脑子，又岂会被骗？岳父，小婿知错了，你别碰我！现在我们知道了，屈之战最不想让我们知道的事，不管是为了屈重玉还是屈家，恐怕他都不能留我们。那我们不如开诚布公地跟他谈一下，若是能说服他相信我们有办法救出屈重玉的妻儿，并求圣人下旨赐归小公子的话，他还有什么理由继续来加害我们？一个因为得罪武后而被贬西周的罪人，去求圣人赐还小公子，你若是屈之战的话，你会信吗？所以在他看来，唯有杀了我们，才是最稳妥的解决办法。那我们该怎么办？总不能坐以待毙吧？他们还不会即刻动手。我是西周长史，若没有万全的对策，贸然杀了我们，朝廷定然会追责屈家。他屈之战还不会冲动到做这种傻事。可他们迟早会动手的。我们若是想不出对策来，到时候还不是任人宰割？对策自然要想，但是要等他们先动手。只要他们一出手，就会有破绽，到时候我们就会有解决办法了。如今裴行俭夫妇既已知晓玉郎妻儿之事，又知咱们心存歹念，有意加害，看来咱们是非得动手不可了。若是再留着他们，恐怕夜长梦多啊。岳父大人，小婿斗胆说一句，这裴长史夫妇到此地不久，这个时候就死于非命，那朝廷要是追究起来，咱们屈家是追究，玉郎重要还是追究重要？玉郎重要，玉郎谁重要？玉郎重要，玉郎重要，玉郎重要。你快看，那荷花开得真艳。那一片，这荷花啊，是阿佳最喜欢的。今日可能是来贵客，都争香斗艳的。阿佳，您慢着点啊。来，哟，快看这锦鲤。这锦鲤是圣人御赐的。小公子，咱大长公主是圣人的亲姑姑，圣人对咱河东公府啊，自然是极好的。慢着点，阿佳。小公子，哟，小公子。奶奶，你们走的也太慢了，看我跑得多快！小公子，慢点儿，慢着点儿。松儿这孩子呀，真是越看越让人喜欢。松儿生性好动，又顽劣淘气，也就是大长公主啊，您宠着她。小公子活泼可爱，聪明伶俐，即便是淘气些，也是十分招人喜欢的。你们在长安这么多年了，小公子又让阿佳这么喜欢，要我说，不如你们就搬过来吧，省得你们一走，没几日啊，阿佳便催着我去叫你们回来。这怎么使得？我们在这儿小住几日，以烦大长公主多番破费，怎可厚颜长居于此啊？福贤，若你怕旁人闲言，不如我将你认作义女，这样一来，你们母子便可名正言顺地住在我府上。姨何德何能？福贤是不愿意。能得大长公主垂爱，乃姨三生之幸，又岂有不愿意之理？那这事儿就这么定了。能有松儿这么个聪慧乖巧的孙儿，我这心里呀欢喜得紧。
再没几日便是阿家的寿辰，不如这任清宴便和寿宴一起摆了吧？也算是喜上加喜。这个主意不错。辅贤觉得呢？宜听凭大长公主与夫人的安排。果然出自大家之手，这雕画的简直像活物一般。这插品我太喜欢了，静娘喜欢就好。真是太漂亮了。琉璃，你何时得闲再帮我多画几幅好不好？价格随便你开，只要你张口，我绝不还价。你就不怕我狮子大开口，狠狠讹你一笔？我才不怕呢。也对，你有一个有钱的兄长，他都能摆金买我这块破雕板，想来也不在乎这点钱。说起你那兄长，你都不知道他现在有多嫌弃我，简直就像同我待在一个屋子里都能污了他的眼睛一般。你也别怪他，他看哪个女子都是那样。是吗？那他看你那留在长安为质的嫂嫂也是这样？那自然是不一样的。我那兄长对我嫂子还是很好的。留孤儿寡母在长安做质子，这也叫好？也不怕他们在长安受了欺负？哼，受欺负？谁敢啊？他们母子是我兄长不能触碰的逆鳞，哪有人胆敢打他娘俩的主意？不说别的，假如如今我嫂子和那孩子要是在长安受了欺负，他肯定当下会杀回长安。杀回长安？那若是皇家贵族在长安欺负了他们母子，我就不信你那兄长也敢杀回长安。切，别说是皇家贵族，就是当今，我就这么跟你说吧，我兄长真的是天不怕地不怕，要是把他惹急眼了，他什么混事都干得出来。琉璃啊，我劝你以后少招惹他为妙。他连长安都敢杀回去，谁敢招他呀？贴告示了，贴告示了！配合税吏，清缴所欠；不配合者，按律问罪。还要问罪？这清缴历年所欠，这不是要了我们的命吗？是啊，我们若有余粮余帛，也不至于多年来一直拖欠租调。对呀，可听说这裴长史办案如神，性子也不错，应该会体谅咱们的难处吧？也许会对咱手下留情呢。你就别痴人说梦了，那些大唐的官员又怎会顾念我等小民的死活？反正我家也交不起。郎君可知此事？这虚度户籍如此可恶，连知会都不知会一声，就以您的名义张贴了这张告示。阿爷，最近西周境内流言四起，民怨沸腾不知，您知道吗？哦，是吗？那都是些什么流言啊？大多数都是关于税收之事。阿爷，您让裴行俭去征税，是不是？怎么？他是西州长史，这不是他应该做的吗？是，裴行俭的确是有些手段，不过这西州赋税的拖欠不是一日之寒呢。这上万户，谁不拖欠个3、5年的租调呢？您这时若强行让他征收，那若不是现在这个局面难以扭转，你当我会出此下策吗？你我都很清楚，唐军今秋必到，西州库房所余，哪里够军中粮草所需？我再不催缴租调，倒是大军一到，怎么交不上军粮？这个罪责谁来担待？反正现已至此，此等得罪，
西周百姓之事，便让裴行俭做吧。阿爷说的甚是，只是我担心，他不但没有征得租调，反而引起民变，引得西周大乱，我们就得不偿失了。那也是被大唐的官吏逼的，逼得西周子民走投无路，不得不反。见过夫人，柳娘子好久不见，坐。还真是好久不见了。柳娘子似乎又清瘦了许多。守约曾跟随李淳风道长学习相术，我听守约说，娘子表兄的相貌他不曾见过，无法断言。但柳娘子应是有后福的，你要放宽心思，多多保重。借夫人和长史吉言，夫人放心，我如今已经想通了。对我而言，表兄不过是去了更远些的地方，若是有缘，自然能相见；若是无缘，也有来世可以期盼。但我今日来此，不是为了这件事情。听闻都护府已在西周5县18乡都张贴了告示，说裴长史要出面整顿赋税，追缴西周历年所欠的租调。裴长史可知自己将面对何种局面吗？前段日子，守约一边寻找娘子表兄的下落，一边借此做掩护，访遍西周所有乡镇，查遍西周所有户籍，发现如今西周民众所欠租调已远比当年更多，且是贫富皆欠。守约若是强行动手催缴，便会激起民愤，使得民不聊生。可若是不催缴，金秋大军一到，西周无足够钱粮供应军中，守约身为西周长史，自然是罪无可恕。张参军，西周拖欠赋税，竟然到了此等地步。启禀长史，此事说来话长。长史，西周的赋税早在贞观年间，郭都护统领西周之时就已经开始拖欠。永徽3年年初，屈都护奉命抵达西周，西周仓中已是无粮无钱。这3年，上至都护，下至杂役，西周都护府的支出是一减再减，这才得以维持目前的状况。但是这赋税啊，便一年年的拖欠了下来，因此才需要长史彻底整治一番。那依参军之见，该如何整治才是？小福，这是宫中秘药，可以让人昏死几日，旁人看不出端倪。想来长史能用得到。我先替守约谢谢柳娘子的好意。西周的赋税已是死局，屈家又能如何？他们身为高昌王室之后，岂敢对均田制度、租调赋税说半个不字？守约眼下固然可以装作得病，甚或故意受伤，以躲开此局。可以后呢？他只要还是西周长史，这一局迟早便是要接手的。西周民风彪悍，不用重点无以震慑之。长史应以拖欠最重的5成为典，使出雷霆手段。
就如当年的乔都护一般，拒不交租调者，翻倍以家产抵赎，杀一儆百，令四野刁民胆寒，才能扭转这拖欠之风啊！参军所言似乎有些道理。张使，非常时期必须使出非常手段，若不然大军一到，粮草不足，岂是儿戏？张使身兼西州统领政务之职，必会落个重罪呀。好，参军所言甚是。那既然如此，这个重任就交给参军。